由你不向上帝祷告这个前提，反而能必然性的推导出上帝存在这个结论。朋友们，这个论证是一个有效的逻辑论证啊，这个论证完全符合逻辑规则，无懈可击。这怎么着？意思是你越是不信上帝，反而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本期我们来介绍一个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啊。咱们节目之前也讲过一些对上帝存在的哲学证明啊，但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纯逻辑的、非常简洁有力的对上帝存在的论证啊。咱今天就不扯什么笛卡尔的我思啊、阿奎那的第一推动者啊，不扯这些抽象的哲学概念啊，咱就用最简单的日常语言，然后加一点点逻辑推理的魔法，就能必然性的推导出上帝存在啊。当然了，既然是纯逻辑的证明，如果你不同意这个证明，也请你指出这其中哪里犯了逻辑错误。好，废话不多说，直接上论证。这个论证叫做祷告论证。前提一是，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只要你祷告就会得到上帝的回应，这个命题为假。前提二是，你不祷告，因此得出结论，上帝存在。论证完毕啊，非常简洁有力，就问你服不服啊？可能你一时绕不过来啊，不要怕啊，咱们来详细拆解一下。先看这个前提一。我们都知道啊，祷告是信徒对上帝讲话。那如果上帝存在，那么跟上帝讲话可能会有回应，当然也可能没有回应。但无论怎么样啊，如果上帝根本就不存在的话，那么无论你怎么向上帝祷告啊，那肯定是没有回应的，对不对？这前提一没毛病吧？好，我们再来看前提二。前提二是你不祷告啊，这一点因人而异啊。但是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看这个视频的人来说前提二也没问题。咱们这本来向上帝祷告的人就没多少嘛。好，这两个前提都没问题。但是这个结论你听起来可能就觉得非常反直觉啊。一个人祷不祷告跟上帝存不存在有什么关系啊？对吧？你可能会因为上帝存在而祷告，或者因为上帝不存在而选择不祷告。但是你祷不祷告都不会影响上帝是否存在啊。如果上帝真的因为你不祷告而存在，那你岂不是比上帝还厉害？莫非上帝是一个傲娇的女神啊？你如果对她呈现出一副舔狗模样，女神反而对你爱答不理；但如果你反过来对女神爱答不理，那她反而会经常在你身边刷存在感。那对于那些信仰上帝的信徒来说，如果不祷告反而上帝存在，那信徒到底是祷告还是不祷告呢？不过令人惊讶的是，朋友们，这个看似悖谬的论证居然是一个有效论证，它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什么是有效论证 valid argument 呢？就如果一个论证是有效的，就是说呢，如果所有前提都为真，那么结论必然为真。意思就是这个论证没有任何逻辑谬误，全都符合逻辑规则，具有逻辑必然性我在我的课程《论证与说服50讲》里面跟大家介绍过什么是有效论证我们这里再复习一下比如说这个亚式论证就是一个有效论证。前提一是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人，前提二是古希腊人全部逝世了，结论就是亚里士多德逝世了。对吧？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既然古希腊人都逝世了，那么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人中的一个，肯定也逝世了这就印证了我们说的有效论证的定义。如果前提全部为真，那么结论必然为真。论证的有效性就是一种逻辑必然性。好，复习完什么是有效论证，我们回到祷告论证让我们看看为什么这个祷告论证是有效的为了看起来一目了然我们在视频板书上把祷告论证的前提一和前提二换成命题 A 和 B这期节目当音频听可能比较费劲但是你看着视频板书就一目了然了。好，我们看这个命题 A 其实是一个如果什么什么什么，那么什么什么的命题形式这如果后面跟的子命题叫做前件，那么后面跟的子命题叫做后件。那为了便于咱们理解我们可以把前件和后件分别看成两个部分我们设命题上帝存在为 P， 设命题只要你祷告就会得到上帝的回应为 Q。 那么命题 A 就可以写成命题 A 撇，如果 P 为假，那么 Q 为假，对吧？这看着比之前清晰多了吧？不过呢，这个 A 撇中有两个否定也就是有两个为假，你这看着还是有点绕我们再来试着把这两个否定给消掉我们这里可以用一个逻辑学的小妙招这个小妙招在《论证与说服50讲》里面也教过这里简单说就是对于如果什么什么那么什么什么这种条件句如果前件为真，那么后件为真，与如果后件为假，那么前件为假，这两种形式是等价的，也就是可以互相转换。这就是说A 撇如果 P 为假，那么 Q 为假，等价于 A 两撇，就是如果 Q 为真，那么 P 为真
啊，这听起来抽象啊，但其实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就是如果我是中国人，那么我肯定是人啊，这就相当于如果 Q 为真，那么 P 为真的形式啊。那这个命题反过来说的等价命题，如果 P 为假，那么 Q 为假的形式就是，如果我不是人，那么我肯定不是中国人，对吧？你这没绕晕吧？你按个暂停键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好，我们划回来啊，下一步呢，我们再看命题 Q 是只要你祷告就会得到上帝的回应。那这话怎么解呢？我们啊，不妨把这句话也写成如果什么什么，那么什么什么的形式啊，也就是 Q 撇。如果你祷告，那么你就会得到上帝的回应。同理呢，命题 Q 撇啊，也可以改写成等价命题 Q 两撇。如果你没得到上帝的回应，那么你肯定没祷告，对吧？这一招我们刚刚用过一次啊，也就是如果前件为真，那么后件为真，与如果后件为假，那么前件为假，这两种形式啊是等价的。好，现在 Q 和 Q 撇以及 Q 两撇这三个命题都是等价的。好，现在我们来看命题 B 啊，也就是原来的前提2。其实命题 B 你没祷告啊，就是 Q 两撇，如果你没得到上帝的回应，那么你肯定没祷告的后件，对不对？那么为了便于理解啊，我们这里可以设你得到了上帝的回应为命题2，那么命题 Q 两撇就可以改写为等价命题 Q 三撇，就是如果 R 为假，那么 B 为真。啊，其实说到这里啊，逻辑都是很简单的，只不过需要反应个几秒钟啊，你自行按暂停来反应就好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命题 B， 你没祷告。我们这里啊，再介绍一个逻辑学小妙招，就是 B 为真这个命题啊，可以推导出命题 B 或者 R， 对吧？因为 B 已经为真了嘛，那么在一个或结构的命题中，见真则真，只要其中有一个子命题为真，那么整个或结构的命题就为真啊，这个好理解吧？然后呢，这个 B 或者 R 还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它的等价命题，那就是如果 R 为假，那么 B 为真啊。这两个命题在逻辑上是等价的啊。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B 或者 R 的形式就好比呢，我今天或者在家，或者去健身房。那这个命题等价于如果我今天没去健身房，那么我今天肯定在家，对不对啊？这就相当于如果 R 为假，那么 B 为真。好，我们划回来啊，现在我们由 B 或者 R 推出了。如果 R 为假，那么 B 为真。那么这个如果 R 为假，那么 B 为真是什么呢？这不就是命题 Q 三撇吗？好，下面注意好板书上的高亮的移动节奏啊。Q 三撇等价于 Q 两撇，也就是如果你没得到上帝的回应，那么你肯定没祷告。而 Q 两撇又等价于 Q 撇，而 Q 撇又等价于 Q， 所以 Q 为真。由于命题 A 两撇，如果 Q 为真，那么 P 为真，所以 P 为真。那么这个 P 是什么呢？ P 也就是祷告论证的结论，上帝存在嘛，因此上帝存在为真，论证完毕。这就是逻辑的浪漫，兄弟们请把浪漫两个字打在公屏上。好，这个祷告论证终于跟你介绍完了，这个论证逻辑非常严密，无懈可击，对不对？大家可以退回去板书那里按个暂停啊，看看其中有没有一种逻辑必然性。不过呢，你是不是又总感觉哪里好像有点怪怪的，对不对？聪明的观众朋友，你觉得这个论证有问题吗？当然啊，我已经尽力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了。其实呢，你这道题有一种更简洁的解题思路啊，就是这个啊，这我就不讲了，你自己按个暂停键自己看吧。这个祷告论证呢，出自于南京大学的哲学系教授胡新明老师写的《哲学论证》这本书中的一道习题啊。这胡新明老师呢，在某乎上说啊，这是他读博的时候从一个研究中世纪哲学和逻辑的教授那里看到的论证啊，于是收录到书中。那就像书中的提问，你觉得这个论证是好的论证吗？为什么？关于这道习题的答案呢，大家可以扫码加我的微信啊，我会向你揭晓答案。不过在答案揭晓之前，你觉得这个论证是好的论证吗？为什么？请在视频下方评论里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